吴楚古刹是由中国的门神尉迟敬德所修建，同时这里留下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墨宝。另外，这里又有朱元璋母亲的陵墓。现在我们就去实地参观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省醴陵市。醴陵这个城市大家可能会有点陌生，但是我要是提起中国的瓷器，大家第一印象是不是江西的景德镇？其实中国一共有3大瓷器之都，它们分别是江西的景德镇、福建的德化，以及我们今天来到的湖南省的醴陵。这3大瓷都啊，它们各有各的特点，各有各的特色。那么关于醴陵的瓷器文化，我们后期会跟大家介绍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湖南省醴陵市的大坪山，来探访一座寺庙。这个寺庙的名字叫做坪山寺。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寺庙呢？因为啊，这个寺庙它不光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而且呢，它背后啊还有非常多的传奇故事以及历史文化底蕴。这个寺庙呢，就位于我们现在的正上方。现在我们围着这条盘山公路上去，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。嗨，大家好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，在江西的萍乡以及湖南醴陵的交界的位置。这里处在大坪山之巅。在这个大坪山之巅有一座寺庙叫坪山寺，其实它也号称吴楚古刹。那么这个大山呢，它也是属于武功山一脉杨岐山，由江西萍乡西行路径的最高峰。这里海拔有615.7米，矗立如屏，故名大坪山。这个寺庙呢，也因这个山而得名。现在我们在这个大坪山的之巅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风景。这里呢，风景非常的优美，俯视山脚，这边有平水澄潭，江宛如2条玉带左右飘零，风景呢非常的优美。好啦，现在我们从这个位置上去。刚刚说到这个寺庙是在湖南和江西交界的地方，也就是这座寺庙建立在这个2省之间。我现在所走的这个台阶，这边的地界呢属于湖南境内。在这个寺庙的另一个门呢，是江西萍乡那边的境内。这座寺庙是唐贞观13年始建的，也就是公元639年建立的，是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兴建。它初名为吴楚古刹，后更名为坪山寺。那么由此推算呢，这座寺庙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现在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寺庙周边的环境。这座寺庙里面有一些历史文化故事以及一些历史古迹。我现在的正门是湖南的这道门。这里有个文物保护单位大坪山寺，醴陵市人民政府公布。这里有一副对联：海天相色无边界，吴楚东南第一峰，非常大气。这里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题
天为罗帐，地为毡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夜间不敢长伸腿，恐踏山河社稷川。然后后面是关于这首诗的历史故事，我们等会儿慢慢跟。我们走到这边看一下，因为这里是一座寺庙，我们的视频呢一般都不去拍摄，庙宇里面的菩萨神灵，但是可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文物古迹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吴楚古刹，这里就是江西萍乡市人民政府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吴楚古刹。在镜头面前的，这就是湖南醴陵的这一道门。在我右手边，这里就是江西萍乡的这一道门。它们两道门就是一墙之隔，左边就是湖南省的醴陵，右边呢就是江西的萍乡。江西、湖南、江西，这一寺跨两省，我一人右脚就在湖南，左脚就在江西，这就是这个寺庙神奇的地理位置。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？好，现在我们从这个江西的这道门进去看一下。这座寺庙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现在呢，我们从江西的这道门走进来，这里有一块用汉白玉雕刻的皇陵。难道这个地方有墓吗？这边呢，我们有发现啊，有一块用汉白玉雕刻的朱母陈氏之墓，这是朱元璋的母亲的墓。那么为什么朱元璋的母亲的墓为什么会在这个山的顶上呢？据说啊，当年援兵血洗湖南的时候，朱元璋就带着他的全家流落到这个地方，才得以保住他全家人的性命。当时呢，朱元璋还在这里提笔写诗了一首，名叫《天为罗帐，地为毡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夜间不敢长伸脚，恐怕山河社稷川。》由于这个缘故呢，这个寺庙又被称之为黄觉寺。这是这个寺庙的故事其中之一。关于这个朱元璋母亲，她当时会安置在这个寺庙里，就是因为这个历史故事。那么我们就上去看一下。就是这个墓，上面还有雕刻了一个狮子在这里镇守，对不对？这座寺庙呢，还有其他的历史古遗迹，我们也一道去参观。在这边我好像发现了一块文物保护碑，这个呢，就是中国佛塔里面的经床，专门刻有经文或者佛教咒语。这里是关于平山寺的一些历史介绍。建于唐朝贞观13年，公元639年，号称吴楚古刹，明清和民国时期都有维修过。它的占地面积达到了1215平方米。
前后殿均为硬山式顶，穿斗式梁架结构，小青瓦屋面。这里各个殿宇啊都供奉了神灵，我们就不到里面去参观了。刚刚这个朱母的这个墓，从这个位置看上去，它这里是雕刻了2只大狮子，在这里守候他的母亲。所以在这个庙里面竟然会设置这样一个皇陵，这个是我们在国内很难看到的现象。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棵古树，这一棵是柏树，根据上面的古树名木保护牌显示，它已经有120年了。所以说这个寺庙古树参天，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。这边呢就是功德碑了，这个就是捐资重修的这个寺庙的功德碑。刚刚看到文物保护碑上介绍这座寺庙的建筑特色，你看斗拱也是非常的有复杂结构。你看上面的瓦片啊，一凸一凹，形成了滴水取水积水的形状。这个就是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。我们再到这里面去，据说这个寺的后面有一棵罗汉松，长得枝球叶茂，生机勃勃，而且有一定的年代感。据说是朱元璋当年所植的、所栽种的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寺庙的后院发现了这棵罗汉松，这个就是当地县志所提到的这个千年罗汉松。但是呢，这棵罗汉松上面并没有悬挂古树名木牌，所以它具体有多少年，我们也不得清楚。据说这棵古罗汉松啊，是当年朱元璋亲手栽种的，而且呢，这个寺庙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吴楚古刹。那么它为什么叫做吴楚古刹呢？是因为啊，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当时湖南的醴陵是在楚国，江西的萍乡是在吴国，吴楚之交，于是这个寺庙就被称之为吴楚古刹。这棵古树呢，看上去长得非常的茂盛，生机勃勃，看上去也有些年份了，但是具体是否有1000多年，不是很清楚，只是感觉它年代还是比较久远。不管怎样，这也算是这个吴楚古刹的一个历史古迹吧。师傅你好，请问那个房玄龄的那个撰写的那块碑文在哪里啊？在那个弥勒菩萨那个坐下的两边呢，你就看到弥勒这个大殿里，天王殿啊，来天王殿是吧？这个拿到好啊，一起来这里啊。我们来这个寺庙主要是来参观这里的历史文物古迹。这个弥勒菩萨这个你看一下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吴楚古刹碑，房玄龄的
撰写的这块石碑，在这个弥勒佛的两侧。这个石碑是刻有吴楚古刹碑，大唐贞观13年己亥，这上面刻有一些碑文，下面是落款房玄龄题，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吗？这个字历经1300多年了，还是保留的非常好。这块石碑，碑文上刻有炎炎平山，积石峨峨，远瞻昆仑，近错衡庐，南通明广，北达金吾。简单的概括一下，就是从它的远处可以看到昆仑山，它的近处有衡山和庐山，它的南方直通，闽是指现在的福建，广是指广东，然后北达金吾就是荆州，就是湖北，它的北方就通湖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左手边，这里也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字迹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隐隐约约能看到明洪武2年，这个呢是朱元璋当皇帝的第2年撰写的这块石碑，放在这个大平寺里面。这座寺庙能同时被2个省立为市文物保护单位，在整个国内都非常的罕见。右手边就是湖南省株洲市文物保护单位，左边呢就是江西省萍乡市文物保护单位。吴楚古刹，它以优美的环境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，还有它那儿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，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。那么本期视频关于吴楚古刹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